就知道你们不老实。这藤是活的，跑！鬼啊！有鬼啊！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今日来收粮。滚！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南瓜怎么这么大？神仙，这一定是神仙的手笔。哥，只是闻闻味儿，肚子就不疼了，身上也不冷了。甜，好甜！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甜的南瓜。你们也都来做个见证，今天那小子若交不出粮，不仅林小满归我，那小子的命也归我。老爷，我听人说昨夜他家后院着火了。哼，那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他吹牛。陆萧，3天到了，交不出粮，3日期到。粮，我备好了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刘老爷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几百斤的鲜瓜，你要不要？刘地主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多少斤？妖法！这南瓜邪门，不能算数。爷，足203斤，不仅还清了债，还多出103斤。老天爷，200斤！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瓜。这瓜是妖术变的，肯定有毒，吃了要肠穿怒烂。这闻着挺香的啊，有没有毒？尝尝便知。我的腿不肿了，身上有劲儿了，这瓜是神药啊！陆仙长保佑，陆仙长是活神仙下凡。刘扒皮，你逼死了我爹，现在还想污蔑仙长？老爷，咱走吧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陆哥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刘地主杀回来了！不是地主，是3000多个灾民拿着锄头镰刀往咱们村杀过来了。陆哥怎么办？3000饿疯了的人能把村子踏平啊！来得正好，我正愁人手不够呢。3000暴民啊！陆县长，咱们村门一关能守多久？守？拿什么守？咱们连件像样的兵器都没有。关门死守是死路一条，开门放他们进来。既然还有力气，那就做点该做的事情。做什么？林北，把村里所有存粮、所有能发芽的麦种、土豆种全部收集起来。1个时辰后，村口盐碱地集合。陆哥，这是盐碱地，连野草都长不出来啊！在我的仙气面前，没有死地。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陆哥竟然能呼风唤雨！陆哥，咱们这次一共收获冬小麦12000斤，巨型土豆整整43000斤。县长，您把死土变成了金田，您是天神转世啊！让村民们把麦子磨成粉，土豆全部煮熟，20辆大车装得满满当当，推到村口高台下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冲啊！村里有粮，抢了我们大家就有活路。孩子快饿死了，抢粮，抢粮！哎，白面馒头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放下武器，顺我者顿顿饱饭，冥顽不灵者死。抢粮啊！先抢了填饱肚子再说。找死！仙法，他有仙法！别冲动，他能隔空碎刀，咱们3000人也不够他杀的。想活命，就放下武器。学长，
求你救救我娘，她3天没吃东西了，快不行了。不冷了，好暖和，可是我独自还是饿。给，吃吧。县长显灵，县长显灵啊！我们不当暴民，我们都听县长的，求县长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在我陆萧这儿以公代政，听令者顿顿饱饭，忤逆者死。聚众3000，这是要造反呢！老子这就去县衙告发，让官兵来剿了你们这群逆贼！等官兵一到，你们全得死，那些神粮和仙法就全是老子的了。捕头大人，陆萧私藏神粮，聚众造反，证据确凿，拿下他，神粮种子分您1半。哼，刘老爷，你说那小子有妖法，本捕头倒要看看是他的妖法厉害，还是县衙的钢刀厉害。弟兄们听好了，神仙和种子抢到了，全是你们的！大胆反贼陆萧，私囤神粮，聚众造反，还不赶紧交出神粮种子的秘密，随本官回县衙受审。陆萧，有朝廷官兵在此，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！放屁！陆哥是活神仙，我看谁敢动他！大景朝廷不救百姓，反来抢百姓的粮，当真是恬不知耻。这是什么妖法？竟然这么厉害！我的手！妖怪啊！念在童孙份上，我今日留你一条狗命，再敢找人犯我，定斩不饶。县长饶命！小人狗眼不识泰山。我回去告诉那个县令，想要神粮，拿银子和铁矿来换。是，一定带到。哥，种子在发光。仙法，这是仙法改命啊！翠，陆哥，这些麦子还是麦子吗？聚云，不语。呼风唤雨，陆哥当是神仙转世。地在动，地在动。陆哥的鲜粮熟了，大伙儿听令，全员下田，开镰收割。陆哥，丰收了，咱们的百亩神田彻底丰收了，冬小麦整整8万斤，巨型土豆值5万斤，整整15万斤啊！陆哥，咱们不仅能顿顿吃饱，剩下的粮就算再招1万灾民，也够吃整整1年啊！县长万岁！县长万岁！县长，我娘的命是您给的，我的命也是您的，我愿誓死追随县长。跟着陆县长顿顿饱饭，再也不做饿死的鬼。陆县长万岁！陆县长万岁！陆哥，从今往后这3000条命都是您的，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就变天了？李哥，不对劲，风里有股怪味儿。地震了！不对，那声音是从天上来的。陆哥，蝗灾是蝗灾，1万蝗虫，咱们的百亩神田完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，神田保不住了。这是天要亡我们啊！刚有口热乎饭吃就要绝收，就凭你们也配吃我的粮食？给我死！
陆仙长显灵了，神田活过来了。陆哥，咱们赢了，蝗虫全灭了，神田保住了。粮够吃很久了，接下来我想过几天清静日子，别让人来打扰我。陆仙长，陆哥，出大事了！蝗灾过后，外面到处是腐烂的尸体，方圆百里爆发了极恐怖的瘟疫，已经死了几百人了。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量染病的流民正朝咱们村涌过来，那些人浑身发黑斑，咳黑血，碰谁谁死啊！刘老爷高明，如今草药粮食全在咱们手里，价格涨个10倍，这才发下来，够咱们吃3年。蝼蚁们的命不值钱，他们的银子才值钱。把门看紧了，一粒药渣都不准流出去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街头有个穷道士在免费施针发药，已经救了10几个人了。什么？哪来的野道士敢坏老子财路？给我去掀了他的摊子！毒已侵入肺部，贫道要以银针引毒出体，忍着点儿，会有些疼。我能喘上气了，身上也不冷了。先别动手，老子改主意了啊！老爷不赶他走了？道长救命啊！这方圆百里的大疫，全是隔壁村一个叫陆骁的妖人害的。妖人，此话当真？那陆骁用妖法变出粮食蛊惑百姓，吸尽了方圆百里的地脉灵气，才招来这场大疫。县衙的官兵都奈何不了他，求道长降妖除魔，救救百姓。竟有此事！若真有人以邪术祸害苍生，贫道定不饶他。带路。这里百姓们面色红润，村落炊烟袅袅。这你是不是带贫道走错了路？道长，这里妖气弥漫，连这群刁民都被那妖人迷了心智，他们吃的全是妖法变的邪物。您快收了陆骁吧！隔离病区，分而治之，此等防疫手段，究竟是哪位高人布置的？道长，那妖人就在里面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。你且在外面等着。躺好，别动，可能会有点疼。针走3阴，药引少阳，道长好手段。你莫非就是布置这隔离区的人？不过是把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隔开，我护他们温饱，他们全我清净，如此足矣。好一个如此足矣！水好甜，身上有劲儿了。你这水中蕴含的生机，这不是凡物。道长以凡人之躯悬壶济世，不惧瘟疫缠身，这才是真正的风骨。贫道长青，今日得遇知己，实乃平生之大幸。在下陆骁，道长若不嫌弃，便在此多留几日。长青道长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那个妖人陆骁，快用你的法术灭了他呀！妖人，贫道一路走来，未见妖邪，只闻麦香。陆公子以仙法养民，以人心济世，你口中的妖人，怕是另有其人吧？你被他蛊惑了，你们都被他蛊惑了。贫道长青，拜见陆仙长。先前听信小人谗言，险些误了真仙，贫道羞愧万分。老哥，快请起，我哪是什么真仙，不过是个想过清静日子的普通人罢了。普通人能以仙气能让白母死地变金田，仙长莫要再打趣贫道了。陆哥，大事不好了！隔离区外围涌来了上千染病的灾民，个个浑身黑斑，咳黑血，快把木兰挤塌了！仙长，外面瘟疫彻底失控了，方圆百里的灾民全往这儿涌，草药根本供不应求啊！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，给我一口药吧，求求你们了！把木兰加固，染病的全收进隔离区，一个灾民都不准拒之门外。可咱们的草药撑不了3天啊！老哥，去我院子里喝一杯，我们讨论一下药的事情。老哥，你手里治瘟疫最有效的药方是什么？清瘟散，以板蓝根金银花为君药，可驱疫毒，但药材生长太慢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啊。药材不够，那咱们就自己种。种？3天种出药材？不是药材，是萝卜。白萝卜性甘凉，能解百毒。我有仙气为引，3日之内种出一批能解瘟疫的鲜萝卜。白萝卜解百毒，贫道行医40年，从未听闻。老哥信我，你出药方，
我来出引子。明日此时，100亩荒地里全是锦稻。陆哥，这些就是集市上最便宜的萝卜籽，真能解瘟疫。这哪是种萝卜，这分明是神迹呀！老哥别愣着了，快把你的药方撒到地里。我的亲娘，这萝卜比我腰还粗，还发光。贫道行医一辈子，从未见过能以仙气催熟植物的神通，仙长手段已非人间术法所能企及。陆哥，道长，爆了！咱们的仙气大白萝卜彻底爆了，整整20万斤啊！别说救咱们村儿，就算把整个县城的瘟疫全治好，也绰绰有余了。20万斤仙药，贫道行医一辈子，从未见过此等神迹。陆县长万岁！组织人手全部拔出来，切块猪汤。今日起，方圆100里免费发放，一个灾民都不准落下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3天了，3天没喝过热汤了。老天爷开眼了，神仙赐药了。退了，我身上的黑斑退了，谢县长救命之恩。喝一口就见效，这真是神药啊！陆哥，3日之内，方圆100里的瘟疫全部肃清，足足救了3万多人啊！仙长以仙法济万民，贫道今日才算见识了什么叫大道至简。老哥，留下吧，这村子虽破，但酒馆够。仙长能护住这一方治土，贫道便要去为天下人淌出一条生路了。天下之大，疫病未绝，贫道岂能止步于此？陆兄，陆哥，长青道长是个真豪杰啊！天下有我，也有他，这世道还有救。陆哥，道长走了以后，谁帮你治那些杂症啊？人各有志，他救天下，我守一村，各司其职，挺好。走，回家吃饭。明天地里的土豆该翻土了，终于能过几天清静日子了。王大人，那陆骁私囤100万斤神粮，私自收留数万流民，这分明是屯兵造反，不将您这位太守大人放在眼里呀！100万斤粮，你是亲眼所见？千真万确，下人家财万贯都被那妖人抢了，他还有妖法，官兵根本进不了事。大人明鉴。那陆骁能使藤蔓自己长，能呼风唤雨，200官兵的刀枪都被他隔空震碎了。妖术，你把本官当成3岁孩童来哄骗吗？大人，若真有100万斤粮，这可是天大的肥肉。传令，派一个100人兽收队过去探探虚实，把粮食都给本官运回来。大人英明，那陆骁死定了。陆哥，那3000灾民非要留下来，现在安顿排班巡逻全是事儿，我头都炸了。您好歹拿个主意啊！你自己看着处理。我自己3000张嘴，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要分房子住，我哪管得过来啊？拿走，以后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由你全权负责，我只管种田喝茶，别打扰我烤红薯。我全权负责？去吧，林大总管。陆大哥，刚熬好的姜丝暖汤，你趁热喝了暖暖身子。比上次的还香，你这手艺越来越精湛了。都多大的人了，吃个红薯还能吃成花脸猫，也不怕人笑话。你哥最近笨手笨脚的，恐怕要辛苦你了。陆大哥说的哪里话？我做这点事算什么？这衣服我帮你缝补好了，你试试合不合身。辛苦你了。伐木组，东山坡30人，今日务必凑够500根原木，日落前交不齐，晚饭减半。是，林总管。巡逻组，村口到粮库加派1倍人手，雪天路滑，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。明白。好小子，平时看着憨厚，居然是个天生的帅仔。这锅我算是甩对人了。青石村的人都给老子听着！太守大人有令，所有粮食和御寒物质即刻上缴，敢私藏1粒米，格杀勿论。大人，听说这村子邪门的很，前面2拨人都栽了。之前的那些不过是一群没见过血的废物，怎么能和本将下的省城精锐比？
给我冲进去！走！想进村抢粮，你问过老子喝了吗？区你腿子，你敢挡官兵的路，给我砍了！神策队结阵，护我村界。誓死保护村子，誓死保护粮食。神策队在此，谁敢上前一步？怕什么？一群农夫而已，给我冲！糟了，这下死定了！啊！我的脸！一块红薯皮就有这个威力了吗？打得不错，阵法用的挺熟练，不过自身武艺还得练。陆哥，我今晚来找我，我教你2招。撤！快撤！大人就这么走了，太守那边怎么交代？命都要没了，还交代个屁！快跑！下次再敢来犯，可就不是请你吃红薯皮这么简单了。陆哥，这批棉花少说10万斤。收完了，组织人手织布裁衣，一家先发3斤做棉袄。陆大哥，这是用第1批鲜棉熬了2个通宵赶出来的。你试试看，外面天冷，千万别冻着。傻丫头，以后不许熬夜了。很暖和，我很喜欢。陆哥，村外那3000人都已编入神策军，咱们随时能战。咱们有粮有衣有兵。行了，林大将军，白天还是神策队，这会儿都升级出神策军了，小声点，我屋顶的瓦片都要被你震碎。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？鲜棉操戈10万斤，冬小麦丰收12万斤，这个冬天皇上都没咱们过得舒坦。哥，你也太莽撞了。一群废物，100精锐，竟然打不过一群泥腿子！大人，那村里有2000壮丁，个个持枪握盾，跟正规军似的。还有那个陆骁，隔空就能伤人啊！大人，他们不仅抗税，还敢私自屯兵演武，这分明是要造反呐！大人，若让他们做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传我命令，调集省城3万精锐，带上土雷炮，本官要亲自踏平青石村。王大人，前方那个村庄就是青石村，将士们都给本官听好了，攻破青石村，里面的粮食、棉花、女人，统统是你们的。大人英明，那些贱民见到大人的天威，怕是直接跪地求饶了。大人，前锋5000铁骑已抵达村界10里外，随时可发起冲锋。传令前锋，给本官踏平青石村。林总管，3万大军啊，咱们能守住吗？怕什么？陆仙人早就料到这个贪官会疯狂报复，这道防线是大家连夜赶工筑成的，他们过不来。林总管，敌军前锋铁骑已经出至1连外，贪官要抢我们的鲜粮鲜棉，把我们改回雪地里冻死，大伙答应吗？不答应，不答应！神策军听我号令，死守村界，人在防线在。陆大哥，外头好像打起来了。别怕，有你哥在，他这些天练兵练得不错。我这大氅穿着挺舒服，今天谁也别想把它弄脏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陆大哥还惦记衣裳。不过你穿着确实比旁人好看。众弩手，预备，发！众弩退后，盾刀队，随我杀出去！废物，全是废物！5000铁骑，连一群农夫都打不过。大人，他们吃了鲜粮，力大无穷啊！大人，只能动用土雷炮了。
一轮齐射，那破防线再结实也得塌。土雷炮全部推进，给本官瞄准村口，点火炸平青石村。全军撤回，找掩体。陆哥，这是哪儿来的军队？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想这个贪官死。该死！这肯定是那个陆骁从山里招来的援军。大人，咱们被包了饺子，前后都是敌人啊！快开炮，给本官狠狠的打，先轰平那群反贼！弟兄们，给老子杀光这群朝廷走狗！杀了这帮反贼，大人有赏，爷爷赏你一刀！吵死了！陆县长，今天萝卜新鲜，给您送2颗。放厨房吧。陆大哥，外面打得那么凶，咱们这儿倒是清静。我答应过你哥，让你过安稳日子，就让外面那些人自己玩吧。朝廷的废物走狗，也不过如此。好一个世外桃源！兄弟们，踏平那个村子，里面的神粮和神甲全是我们的了！冲！弟兄们，这破罩子看着吓人，其实就是个纸灯笼，给老子撞碎它，杀进去！神粮神甲全是咱们的了！将军，这光罩撞不动啊，刀都砍卷刃了！废物！这么多人撞不破一个破罩子，继续撞！呀！陆哥，结界外头聚集了1万多人，个个红着眼要冲进来抢粮。弟兄们的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您一句话。你慌什么？他们又进不来。可这么多人围着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结界里吧？天塌了！这是妖法！陆哥，一掌1万多人就……好了，剩下的一些残兵败就由你带人收拾干净了。神仙，这真是神仙手段啊！是长青道长的信鸽。陆小友，贫道如今在万里之外的战乱灾区布施，听闻此州局势动荡，颇为担心仙长安危。当今圣上贤明，得知王太守弄权贪墨私扣民粮，已正式下旨钦点了一位新太守前去接管此州，并还粮与民。陆哥，道长说啥了？是不是要回来了？说来也是缘分，这位新太守恰好是贫道的莫逆之将，为人刚正不阿。贫道已去信一封，向他说明你的情况，有他在，必然能护得青石村一段安稳日子。县长可放心，贫道这便继续赶往下一处灾区了。老哥跑了一趟灾区，还不忘给我铺条路，这份情记下了。陆大哥，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打仗了？但愿如此，至少能清静几天了。太守大人，让属下陪您进去吧。这村子刚经历大战，万一有危险，你们就在村外守着。陆先生是高人，不能以官字压人，本官必须独自进去，方显诚意。陆先生，在下姓于，奉旨接任此州太守。这是圣上密旨，这是长青道长的私信。坐，外头风雪大，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朝廷又派太守来，上次那个太守可是带着3万大军要屠村的。林兄弟，莫要误会，本官这次能调任过来，其实是当今圣上亲自设的局。哦，皇帝设的局？前任太守那帮人想借着神粮的事儿害先生抢夺村子，圣上全都知道。不瞒先生，
圣上在京城听说了先生的事儿，极其敬重先生的为人。圣上顶着朝堂上那些贪官圈臣的巨大压力，强行将在下任命于此州，一是为了给先生撑腰，二是有意拉拢先生。皇帝给我撑腰？圣上给青石村3个承诺：第一，全村永免赋税；第二，官兵无朝廷手谕绝不进村；第三，林北率领的队伍正式证明为合法的保境乡勇，受朝廷承认，任何人不得追究。乡勇，咱们成朝廷认可的正规军了。皇帝倒是个明白人，这份礼可不浅啊。大冷天的，太守辛苦了。既然皇上和您这么照顾我们青石村，往后省城有什么用得着我陆骁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先生，您这是？拿回去尝尝，刚收的，还新鲜呢。大人，喝点热汤再走吧，外头风雪大。多谢姑娘。先生放心，本官在任1日，青石村绝不受半点委屈。先生的大义，本官必如实禀报圣上。陆哥，东街的粮铺账目对不上，西街的布庄又缺人手，南街新来的皮菜民要安置，我头都要炸了。林大总管，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。您倒是清闲，就知道陪着小满逛集市，全镇的事务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啊！林总管，新到的鲜棉布料，您给长长眼，先放着，等我忙完这阵。别管他，来尝尝甜不甜。陆先生，在下刚从京城收到大爵内密报，圣上快撑不住了。大人，皇帝出什么事了？今年北方大旱，为了省下银两赈灾，圣上的龙袍破了，都是里面打上补丁继续穿。可即便如此，京城如今依然缺粮严重。皇帝的龙袍打补丁？我长这么大从没听过这种事。朝中那帮巨贪权臣还勾结无良粮商囤积居稀，米价翻了20倍，圣上宁肯自己挨饿，也绝不强征百姓的一粒粮食。皇上宁愿自己龙袍打补丁，也不来抢百姓的吗？圣上知道先生地里有神粮，但他说了是本分种地的，朝廷绝不能强征老百姓的血汗粮。圣上让本官代为询问，能不能按市场价卖一批粮食给朝廷救急？这帮朝廷的贪官真不是东西，皇上这么贤明，竟然被他们欺负成这样，气死我了！林北，去召集5000兄弟，带上10万斤神粮，咱们大摇大摆的进京。陆哥，咱们去劫法场吗？劫什么法场？去送粮。还请大人去告诉那位皇帝，这10万斤粮食是我陆骁送他的，不是卖的。陆哥，我这就去召集兄弟们，保证1个时辰内集合完毕。另外，这一路上要是遇到什么不长眼的贪官污吏敢拦着不让救灾，你就用我平时教你的本事，把他们的狗头拧下来。先生大恩，我替陛下、替百姓谢过。大人不必客气，我本就看不惯这些欺压百姓、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。拿着防身，早去早回。村里的棉花过几天该收了，少一个人干活我不习惯。是，陆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孟通，本官问你，州库去年税收洋两共计370万两，为何账上只剩12万？于大人有所不知，前年修河堤花了大笔银子，今年又欲散灾赈灾，库银都用在刀刃上了。孟爷，巡夜的弟兄们都安排好了，好生守着，别让闲杂人等扰了于大人清静。好你个孟通，这就按耐不住想要架空本官。陆先生，本官丢人啊！堂堂一州太守，被人架空成了摆设，连调兵都不肯。孟通私吞了库银，还掌控了守备军。先生怎知？你带来的随从被盯着，本地守备军一动，孟通就会掀桌子，是吧？这是孟通做的假账，本官实在看不出端倪，先生可否指点一二？全收百姓的税银没在国库，都在城外这3个庄园的地窖里埋着。
先生神了，可本官如今是光杆司令，一旦动用守备军，孟通势必提前收到风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林北带在大部队，村里还留了百十档平时帮我干重活、挑大粪的汉子，他们脚程快，不显眼，你带去使吧。记住，别耽误他们明天回来下地就行。挖到了，这底下全是箱子。好多银子，箱子里全是银子，全部抬走，一箱都别落下。5两，是足额的5两。我当兵3年，头一回领到全额饷银啊！大人英明，以前孟通总说库银空虚，每月只发半两，原来银子全被他吞了。好一个于太守！背后定有高人指点，这笔账老子记下了。盖土要轻，盖住根就行，别把苗压弯了。上，一个活口不留。陆大哥，小心！你是什么怪物？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偷鸡摸狗的招数使完了，就自己滚过来认罪。快跑吧！孟通那个疯子救起了2000重甲兵杀过来了，说要踏平扶疏，鸡犬不留啊！我的摊子，我的货，全完了！于太守才刚上任几天啊，又要换天了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诸位莫慌，本官在此，守备军已在扶属布防，绝不会让叛军踏进城镇一步。大人，孟通有2000重甲铁骑啊，您手里才几百守备军，怎么挡得住啊？本官既为一州之首，便与这座城镇共存亡。只要本官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叛军伤及无辜。于大人，话说的倒是硬气，可你手里没兵，你挡不住啊。陆先生说的对，可本官若跑了，这满镇百姓谁来护？你就站在这儿别动，百姓看见你就安心了。剩下的交给我来。先生，你这是？我挡第一波，你的人守住扶属，别出来送死就行。全军听令，后退50步，守住扶属大门。没有本官号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战。大人，那年轻人独自面对2000铁戟，必死无疑啊！听令，后退。这年轻人是谁啊？于太守怎么对他言听计从？不认识，但看气度，不是个疯子就是个高人。要坐我旁边，还是去于大人那边？我站你身后。哪来的刁民，挡老子的路！给我踏平这地方，鸡犬不留！冲！马陷进去了！妖法，这是妖法呀！不，这不可能！2000人如此不堪一击，真没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平平无奇种地的。于大人，收网吧。叛军已伏诛，诸位安心。
本官在此，城镇无忧。于大人英明，于大人护住了咱们啊！多谢于太守护我等周全。护住你们的不是我。那位公子究竟是？青石镇的陆先生，诸位请记住这个名字。他守的不只是一座城，是天下百姓的活路。陆大哥，刚才那个红薯确实挺甜的。等我们下次来，再买2个。李喜又来了，城外又有大部队杀过来了。什么？孟通还有援军？多少人马？看清旗号没有？至少5000。旌旗上没字，看不清来路。陆哥，我带兄弟们回来护驾了。叛军在哪儿？陆哥，这些就是叛军，2000人，你一个人解决的？回来的正好，帮忙把这些人押去大牢，顺便把地上的兵器捡一捡。陆哥，皇上吃了咱们的神粮，龙体大安，感动的当场抹眼泪，还让我带回了厚礼。罕见的西域菜种，新时的农具图纸，还有，妹子，这是皇上专门赏你的酥绸和御酒，说感谢陆仙人身边有这么好的姑娘照顾。给我的，收下吧，这本就是你应得的。就你这点人马，也敢来惹我陆哥，不自量力！大人，这家伙怀里还藏着信呢。陆先生，出天大的事儿了！孟通在起兵前，就把青石镇神粮的秘密卖给了北境最大的叛军势力安镇山。安镇山，那个手握50万燕北精兵的安镇山。安镇山已经打着夺神粮的旗号，借着这次扶蜀平乱的名义，正式起兵造反。如今，50万大军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。50万，安镇山50万燕北铁骑，咱们连5万兵都凑不群呢。于大人，快下令撤退吧，把百姓往南边转移。往哪儿退？你2条腿跑得过4条腿的战马？那也总比等死强吧？退出去，地里的麦子、地窖里的存粮就全喂了叛军。青石镇的人吃啥？陆大哥，那咱们怎么办？50万大军，每天光是吃粮就能吃空一座城。打仗我不懂，但说起吃粮，我才是祖宗。于太守，把你们的官仓全部打开，听我指挥。开仓？现在开仓放粮，那不是把粮白白送给叛军吗？不是送，我们要用粮食来打这一仗。用粮食？怎么打？你照做便是。只要粮食在手，千军万马我都能给你变出。好，本官这条命交给先生了。明日起，泉州官仓大开，粮价压到市价的1/10。1/10？粮商还不闹翻天？闹就让他们闹。粮商手里的陈粮我们不收，我们只卖神粮。可就算粮价再低，没人当兵，咱们还是打不过50万大军啊！买粮有条件，家中必须有1人入伍，全家才能享受低价粮。先生是说，以粮换兵？乱世之中，能让全家吃饱，就是最大的天恩。一定会有人来的。官府公告：官仓大开，
联合青石镇粮库，全州粮价降至1/10，1/10，我没听错吧？1文钱，这年头1文钱能买2个馒头。但有一铁律，凡购神粮者，家中须有一青壮年自愿加入守备军，1人入伍，全家得粮食编制，终生享受超大价神粮供养。入伍就能让全家吃饱。神粮来自青石镇陆仙长的神田，吃了能强身健体，百病不侵。我报名，我加入守备军，我全家7口人要吃饭啊！我也报名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吃饱了死。听说了吗？青石镇那边1人当兵，全家吃饱，还是神粮。真的假的？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事儿？管他真的假的，反正老子在这里也是等死。走，去青石镇。别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，姓名、年纪、籍贯都报清楚。官爷，我23岁，力气大，让我入伍吧。我今年40了，还能当兵吗？陆仙人说了，只要4肢健全，能扛得动锄头，都要。陆仙人万岁！我全家有救了。陆先生这是在画地图？不是画地图，更像是在布阵。东边3里设第1营地，可住2万人；南边5里开荒区，10日内必须搬土播种；北面山谷用来练兵。先生用神势把整片山地都量好了。按我说的做，10天之内，所有人都得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。先生，10万人，整整10万人呐！人是够了，可大半是面黄疾瘦的老弱病残和流民，怎么跟燕北铁马打？别说打仗，让他们扛刀都费劲。那就让他们开饭。每人2块饼，1碗饭，管够。但有一条，不准浪费1粒米。好香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饼。我吃了3年树皮，终于吃到真正的粮食了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长出肉来。老张，你头发都变黑了。先生，这神粮到底还有什么功效？吃几天就能脱胎换骨？仙气养人，吃我的粮就是在吃仙气。这些人现在每一个都是铁打的身子。全体列阵，今日校献，我要看看你们吃了神粮长了多少本事。哇！这石狮子可有1000斤重啊！就这么轻易举起来了。吃了陆仙人的神粮，咱们真的都变成铁人了。有这样的力气，还怕什么燕北旗？杀！陆哥，皇上送的这些铁疙瘩要怎么用？这是种铁，百炼成钢的极品料子。把种铁断成薄片，和鲜棉一层一层叠起来，再用我教你们的手法编织。刀片和棉花叠在一起，这能做成铠甲？能，而且刀枪不入。
这棉花里面掺了铁片，居然还是软的，能弯能折。这轻的跟衣裳似的，真能挡刀剑？穿上试试就知道了。都退后，看我用全力劈一刀。刀断了，刀直接断了！这甲胄简直就是神兵啊！好险要的地方，可安镇山有50万人，硬挤也能挤过去啊！那里藏3万弓箭手，等敌军进入峡谷中段就万箭齐发。那里埋伏2万重步兵，截断敌军后路。先生，要用这处峡谷设一个绞肉机。50万人进了这谷，就是50万头待宰的猪。坚守9位，没有号令，不准露头。是。众步兵伏在右侧山坡后方，听鼓声行事。明白。先生，探子来报，安镇山的前锋已经过了北岭，主力距此不到100里。弟兄们，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陆大哥，换件新的吧，这件更厚实。全体听令，备战！有动静吗？回令总管，北边100里一片死寂。安镇山的前锋明明已经过了北岭，怎么突然没动静了？越是安静就越不对劲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不准擅离岗位，违者斩。怕吗？不怕，就是手心全是汗。你看城头上，陆仙人还在喝茶呢。都这时候了，他咋还跟没事人似的？都说了是仙人，仙人都不慌，咱们慌什么？报！安镇山大军转向！转向？什么意思？他们没有来断魂谷，刚过北岭30里，突然掉头往东去了。往东？那边没有路啊！不是往东，是去京城。京城？青州、燕北、京城在地图上是个3角形，安镇山绕了个弯，直接插向3角形的第3个顶点。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我们，他只要拿下皇城，我们就更加没有抵抗的能力。3天了，一座破城都攻不下来。大人，守城将士跟疯了一样，个个力大无穷，咱们的人冲上去就被打下来。大人，他们的箭射得比咱们远，力气比咱们大，根本攻不进去啊！是那个神粮，孟通说的没错，吃了神粮的人都不是正常人。大人，再强攻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弟兄们死伤太大了。传令下去，众将停止攻争，给我把整个京城围起来，一只老鼠也不要放进去。封锁所有水源，1粒米不准运进城，
我看他们能撑多久！大人妙计，城里没水，他们就靠干粮硬撑。干粮吃完了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出来送死。狗皇帝，你想靠神粮守城，我让你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。陛下，神粮库存只够最后3天了，水源也被叛军截断，井都快干了。3天，陛下，开城投降吧，留得青山在。闭嘴！朕宁死社稷，绝不投降。取笔墨来，朕要写一封信。给谁？给那个种地的陆先生。先生，京城被围死了，咱们的大军根本进不去呀！安镇山的围城铁桶一样，连只鸟都飞不进去。报！有个浑身是血的人硬闯营地。陆仙人，陛下托我。死了。他撑着最后一口气，跑了几百里。这是传国玉玺。陛下，把江山。陆先生，京城靠神粮御敌，但已到绝境，朕自认庸弱。先生爱戴百姓，比朕强1000倍万倍。若皇城破，朕当死社稷。请先生即刻继承大统，救我大井万民于水火。一个坐龙椅的，拿命来赌我陆耀的人品，这份情谊，老子接了。先生，这是圣旨，您要登基。登什么基？先救人。传我命令，全军转向，直扑京师。10万神粮军，日夜兼程，不准停。是。陆仙人，我家被叛军烧了，求您收留。能扛动锄头的，全部编入后勤。老弱妇孺，跟上队伍都有饭吃。先生，这样走走停停赶到京城，至少还要10天。皇帝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要撑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去了也是无济于事。陆哥，京城就在30之外，咱们冲过去啊！安镇山50多万叛军围在外面，咱们现在才15万人，打不进去呀！谁说我要打？不打？那咱们来干嘛？安镇山残暴，底层的兵能吃几顿饱饭？把咱们军中的行军大锅全给我支起来，就地做饭。做饭？对，做饭。陆哥，香味是挺浓的，可这能干嘛？等风。风起。什么味道？好香，是饭香，热腾腾的饭香。我3个月没闻过这种味道了。里面的弟兄听着，陆仙人有令，放下兵器过来吃饭，神粮管饱。真的给饭吃？不骗人，吃了我们的粮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病好了，我的病好了，这饭是仙饭啊！大人，不好了，昨夜又跑了5000人，这3天加起来跑了整整10万。什么？跑了10万？底下的兵都说，
说陆县人那边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病治病，谁还愿意跟着咱们吃发霉干粮啊？传令下去，再发现有人敢当逃兵，就地格杀。大人，军心已经散了。先生，25万了，整整25万大军啊！陆哥，安镇山那边从50万锐减到40万了，他的兵还在成批往咱们这边跑。弟兄们，对面40万人，人比我们多，但咱们有神粮，有仙甲，有深厚的家园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推进！陆先生，东京节度使派我率3万精兵前来听调。我家大人说了，先生的神粮救过东京百姓，这条命交给先生了。陆先生，南京水军5万人马已在外围布防，我家大人说了，断不让一个叛贼逃了。陆哥，这才半日，又来了8万。先生，加上之前收拢的逃兵，咱们手里已经有45万人了。报，西境援军5万人已在大营西侧扎营，北境散兵呢？北境各州散兵有合计3万人，正在赶来途中。45加5加3，53万了！53万，整整53万啊！先生，这是大景朝近50年来从未有过的兵力集结。大人，弟兄们连续几日的攻城，已经3天没吃顿饱饭了，刀都拿不稳啊！对面不过一群临时拼凑的泥腿子罢了，有何可惧？给我冲！谁后退斩谁！大景将士，随我踏平叛军，接皇上出城！杀！杀！吃我一刀！啊！我的手！哼，就这点力气，回家种地吧你！怪物！这群人是怪物！不打了，我投降！我投降！给口饭吃就行，别杀我！大景人不打大景人，放下武器投降不杀，凡投降者立刻赐神粮1碗。先生有令，架锅，给投降的弟兄们惩罚。3个月了，3个月没吃过热乎饭，跟着陆先生有饭吃，还打什么打？先生，兵力还在涨，投降的叛军加入咱们了。他们只是一群吃不饱饭还被胁迫的平民，该死的只有那群狼子野心的反贼。弟兄们，跟我冲，直取安镇山中军大帐！林总管，右翼叛军要合围。合围？他们配吗？安镇山，出来受死！老子是燕北的王，想拿老子的项上人头，看你有没有这个命！燕北的王，今天你就是条死狗！你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？这才第1招。别杀我！我投降！陆兄，老子不是输给了朝廷，是输给了你，输给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人！仙人，别抬举我，我就是个种地的。还有，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你是输给了这天下几千万只求吃饱饭的肚子。陛下，陛下慢些，您的鞋子！陛下，
龙体要紧啊！陆先生在哪里？陆先生在哪里？陆先生，朕的陆先生啊！先生可曾受伤？先生受苦了。皇上，鞋子掉了。先生安然无恙，比朕的命还重。先生，跟朕进宫，朕有好多话要跟先生说。皇上，这是把陆哥当亲兄弟了。何止是兄弟，这是想把整个大景江山都托付给他了。都下去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遵旨。陆先生，城外那一幕，朕想了一路。这天下若没有你，朕早已是亡国之君。请先生接斩大景，朕心甘情愿让位。皇上，您快别折煞我了，我陆骁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饭的，我就是一个种地的，多流一滴汗，秋天就能多收一斗粮，这日子我过得踏实。可当皇帝呢，天天搁着金銮殿里批坐直，连觉都睡不稳。先生，您当真不愿？这苦差事您还是自己留着吧，只要您让百姓有口饱饭吃，我给您供粮就成。先生心意已决，朕这就安排下去寻一处院子作为先生的在京城的据点，就叫神农粮行，可好？多谢皇上。陆兄，朕有苦衷，文官集团已经盯上了你的神粮。哦，他们误以为是什么海外仙种，正准备联名上书，以神物定官有为由，强行将神粮收归户部接管。户部那帮人，他们懂什么种地？想要我的粮食，那地是我一锄头一锄头掘的，肥是我一担一担挑的。朝堂上那帮老爷要是觉得他们比我会种地，让他们来青石村找我。妹子，马上见到陆哥了，紧张不？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来送粮的，村里的账我不管，谁管？林总管，小满姑娘脸都红了。才没有，是太阳晒的。陆哥，村里的神粮我一粒都没数错过，钱给你带过来了。来了。京城好大，路上差点迷路。那个，我去卸货，你们慢慢聊。京城的姑娘都穿那么好看的绸缎衣裳，走路像风中的柳条。你也穿得起啊？皇上赏了好几匹苏绸，我都给你留着呢。我不要绸缎，我就喜欢穿粗布衣裳，帮你干活方便。先生，户部的人开始在粮行周围盯梢了。刚才我在街口看见3个穿官服的人绕着粮房走了3圈。随他们看。他们说，过几日朝会便要逼迫陛下下达强收圣旨，以神粮乃天下公务为名，逼您交出粮种和耕地。想必这位就是名动京城的陆先生吧？小女沈清怡，家父是沈家粮行的掌舵人。沈姑娘，坐。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说今天风大，有人带进来的香味呛鼻子。陆先生，沈家粮行在京城的份额占30%，咱们若是合作，陆哥，喝村里的老阴茶解渴。京城的茶一股子粉馅味儿，不好喝。这位姑娘是？我是管账的，陆哥的所有账都是我算的。这里风大，我帮陆哥挡挡。风大就风大，你挤我做什么？我怕你着凉。陆先生，沈家在大景12州都有商路，太师一派若是想从官面上卡您的脖子，沈家的民间渠道可以帮您把神粮送到天下每个角落。我沈家的条件很简单，30%的份额由沈家来运。茶是去年的陈茶，泡得还浓。沈家掌柜连新茶都舍不得买，却张口就要我30%利润。陆先生，你城南的3个地下粮库被户部扣了，手头缺现银，所以才急吼吼跑到我这儿，想从神粮里抽一笔去填你自己的窟窿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
户部那帮人连我的粮都敢抢，何况你的？我家陆哥聪明着呢，你那点小算盘，他一眼就看穿了。陆先生果然名不虚传。帮我运粮可以，但不是我让出3成利给你，而是我给你2成利，你帮我挡住户部那帮人的脏手。沈清瑜，先行谢过陆先生了。陛下，陆骁私藏神物，以妖粮护乱京师，其心可诛。臣等恳请陛下将神粮重法与种子强行收归户部公有，以安天下。太师所言极是，那陆骁不过一介村夫，怎配掌控如此神物？陛下，神粮乃天下公器，岂能由一人独占？收归国有，方显陛下圣明。太师，陆先生刚刚平叛救驾，你们就要卸磨杀驴？陛下，臣等句句肺腑，皆为大景江山社稷。粗鄙村夫也得上金銮殿。你鞋底沾了屎，回家记得刷刷。你太师口口声声为了大景，为了道义，那你小舅子在户部借陈粮翻新由头，把好米换成美米卖给百姓的时候，你的道义在哪儿？你血口喷人！安镇山围城时，老子的小满带着全村百姓用命送粮，你们却把私粮价格翻了10倍，你的道义又在哪儿？粗鄙，有辱斯文！大人们别生气，我就是个种地的。既然你们想要这粮食，种子给你们拿去种，只要你们能种出京城救命的那种效果，我陆记掉头就走。花开了，寒冬腊月怎么会开？这是神仙手段。陆先生，皇上，今天天阴，瞧着该下雨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给粮行盖草拜子，先走了啊。陆哥，快趁热吃了。那帮当官的肚子里全是坏水，没有咱们村里人实诚。好吃，你做的？我早起蒸的，知道你要上朝，怕你饿肚子。比宫里的御膳强多了。陆先生，出大事了！太师金道退朝后便称病闭门，但户部那帮人贼心不死。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他们联合了京郊最大的几个地主，将方圆百里的良田、水源全部垄断，连城里的马粪、粪肥都不准卖给神农粮行。沈大小姐，劳您费心了。不过我陆哥说了，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有他们那些好田，咱们自己也能想办法。陆哥，吃饱了没？我再去给你熬碗姜汤，省得被不相干的人过了寒气。小满姑娘这是怕我抢了你们的陆先生？才不是，我是怕你身上凉气重，冻的陆哥。陆先生，这里是出了名的漏水漏肥地，别说种神粮，便是最耐旱的高粱都活不下来。您来这儿做什么？大人们嫌这地脏，这地赖，但在我们种地人眼里，天底下的土，只要肯花心思，就没一寸是废的。陆先生，这地真能种东西？他们不卖我好田，那这片荒山我要了。好好的地被糟蹋成这样，还得我亲自动手。这土黑的流油啊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土。荒山变良田，这是何等手段？瞧，我就说这地不赖吧，赶快下种，别耽误了时令。陆先生，你真是神仙！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个会种地的。来，把种子拿来，咱们开工。陆哥，山下那片地翻完了，种子也按你说的间距埋下去了。可你这瓜棚也太简陋了，夜里风大，能住人吗？种地的睡哪儿不是睡？我守着这片地，看着苗长出来才踏实。您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国师，传国玉玺都在您手里过过，睡这破棚子。身份有个屁用！我就是一个种地的。去吧，盯着山下，别让野兽砍了苗。陆哥，快歇歇，眼睛看坏了怎么办？
你怎么上来了？这山路黑灯瞎火的，摔了怎么办？我怕你饿着。好喝，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陆哥，今天那个沈大小姐又送了好多名贵的字画来，我愁着就晃光，全给锁小黑屋里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小家子气，没她那么懂事，那么会说话呀？你这丫头，整天瞎想什么呢？沈姑娘是城里大商号的掌舵人，做的是买卖，可我陆萧就是个种地的，他懂琴棋书画，但他不知道哪天该挑水，不知道种子埋多深。在村里的时候，要不是你帮我守着那些粮食，帮我跟乡亲们算账，哪有我今天？在我眼里，京城里那些金枝玉叶加起来也比不上我们小满做的一碗疙瘩汤。老爷，那陆萧不知使了什么妖法，西郊那片荒山一夜之间变成了良田，咱们的封锁全白费了。妖法，一定是妖法。老爷，朝堂上风向也变了，皇帝现在事事听陆萧的，咱们再斗下去怕是……太师辅佐2代帝王，乃国之栋梁，如今为了大景操劳过度，以致染疾吐血，朕心甚痛。陛下，太师只是偶感风寒，偶感风寒会喷血，朕实在不忍老臣再受朝政劳累，今特赐太师黄金1万两，御医随行，允许太师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。嘘，皇帝句句站着仁德体恤的大义，谁敢多说一个字，就是陷太师于不顾。太师接旨，太师劳苦功高，朕心甚慰，特许还乡颐养，即日启程，不得延误。老夫要见皇上，老夫有话要说。太师，圣旨已下，御医就在门外，请上车吧。先生，太师倒了，朝堂上最大的障碍没了。庄稼地里要下大雨前，耗子和蛇是最先搬家的。太师这棵大树倒了，底下那帮管粮食、管账本的硕鼠绝对坐不住。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林北，带上咱们神策军的弟兄，给我死死盯住户部、御史台那几个权臣的后门，一只鸟、一张纸都不许放走。是。先生，您这是预判他们的动作？这可不是预判，是我种地的经验。偷过粮的耗子，为了保住自己偷来的粮，永远会在下雨前把粮藏到安全的地方。大人，这些账本太重了，马车装不下。装不下就烧，绝密的全烧，只带金银。哟，侍郎大人，半夜3更搬家啊？不许动，全部拿下！你们……陆哥说了，一只鸟、一张纸都不许放走，全部扣押。陛下，户部侍郎连夜销毁罪证，被臣当场擒获。这些是从他府里搜出的绝密账本和赃银。这是完了，那些账本里有咱们的名字。皇上，微臣冤枉啊！都是户部侍郎逼臣做的，那些瞒报的地方良田8成银子都进了他的口袋。放屁！明明是你先跟安镇山的叛军暗中牵线，还想把罪名推给国师大人。皇上，臣有罪，但臣要检举御史忠诚，他去年私吞了赈灾银30万两，你才是叛徒！你收了刘地主的钱，我打死你这个小人！够了！好一出狗咬狗的好戏，朕都替你们丢人。于爱卿，把这些人说的每一个名字都记下来，一个不漏。遵旨，所有被检举者即刻收押抄家，勾结叛贼者斩立决，其余人等革职查办，永不录用。于爱卿，传朕旨意，各地选拔真正懂农桑、能务实的寒门清官，连夜入京，
大景朝堂从今天起换血，陛下圣明。先生，坐这儿成何体统？皇上不也坐下了吗？满朝文武吓得魂飞魄散，你倒好，坐朕的台阶上消红薯。先生，这大景的朝堂是干净了，接下来朕想拜先生为大景首辅，你我君臣联手，一起开创个太平盛世。皇上，答应您自己留着吧，地里的害虫我都帮您捉干净了，往后怎么浇水施肥，那是您和新官的事儿。我啊，准备收拾收拾，回青石镇了。先生，如今天下初定，大景离不开你，朕也离不开你呀。皇上，京城这高墙大院金碧辉煌，但憋得慌，连土腥味都闻不着。我就是个种地的，算算日子，镇里的春耕耽误不得。既然先生去意已决，朕不强求，但明日朕要在太极殿摆下最盛大的欢送宴，满朝文武，天子持国礼送先生回乡。先生荡清乾坤，还朝堂一片清明，学生敬先生一杯。下官出身农家，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种地也能种出个太平盛世。别敬我，往后你们把地管好，把粮种好，比敬我100杯酒都强。皇上，我回村种地，带个拿大刀的派不上用场。林北这小子心思单纯，不懂朝堂党争，更不会玩弄权术，但他天生就是带兵的料子。今天我把林北留给您，只要您拿他当亲兄弟看，他就是您手里最锋利、最忠诚的一把刀，待我护着大景的江山。先生放心，朕会拿林北当亲兄弟。先生的大恩，大景万民永世不忘。陆哥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，不再跟皇上道个别？道别什么？他要是来送，满朝文武又得跪一片，耽误我赶路。你就是嫌麻烦。来2斤神粮米，今儿给娃蒸白米饭吃。好嘞，这可是国师大人种出来的鲜粮，吃了强身健体。陆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记着你的好呢。听见了，只要地种得好，让大家都能吃饱饭，比什么都强。陆哥，回村后咱们先种什么？黄瓜、豆角，还是你最爱的老南瓜？都行，先把地翻一遍，上足了底肥。那我去跟隔壁婶子换几只小鸡仔，后院再养一窝兔子。对了，我还得把账本整理好。去年那几亩地收了多少斤，咱们得有个数。有人追来了。沈大小姐，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京城那么大的买卖，你不要了？小满妹妹别急啊，京城的买卖我都交给掌柜打理了。陆先生，我这次来可是带足了全大景最好的菜种和江南的桑苗。沈家商号要想把生意做遍天下，光懂算账可不行。您不介意小女子跟着回青石镇当个端茶递水的丫头，顺便跟您学学怎么地吧？陆哥，你不能答应他，他算盘打得比我都响，肯定是来抢你的。行啊，多一个人多一把锄头，只要不怕手磨出茧子。回村开荒种地。先说好了，村里的粗茶淡饭可不比京城的山珍海味。有陆先生在，粗茶淡饭也是人间至。回来了，陆县长回来了。陆先生，您走了这么久，村里人天天念叨您，地里的麦子长得好，都是您的恩德。婶子，别叫我县长，我就是个种地的。现在我回来了。沈大小姐，你那筐茄子苗放歪了，得朝南边摆，不然午时太阳晒不到根。我摆的是笔直的一排，倒是你那筐辣椒苗歪歪扭扭像条蚯蚓。别吵，种下去就知道了。到时候谁的苗长得歪，谁负责拔草1个月。哼，拔草就拔草，我肯定比你长得直。小满妹妹，别到时候哭着喊腰疼。在京城时，
我每天睁眼就是账本、应酬、勾心斗坏，如今跟着你种地，反倒睡得更踏实了。那当然，累了一天倒头就睡，没工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小满妹妹说的对，可你的算盘夜里打得噼啪响，隔壁棚子都听得见。我那是给村里算账，不像某人梦里还喊什么这批丝绸亏了30%。你们两个，一个管账，一个管货，正好凑一对冤家。谁跟他一对？陆先生说了算，冤家就冤家。